好来，谢谢郑佑生的董内哦，他说他想要问说，川普的外交事务是不是如同美国第25届总统威廉麦金利一样，对于全球的扩张，像美西战争这样，尤其是对于内线安全网的支持，就是他的美洲事务，美国管这件事情。哪一位可以愿意？不一样，因为美西战争有涉及到远东的菲律宾。现在川普只是要巩固他美国的国家本土的安全，所以必须要有格陵兰，必须要巴拿马，必须要有加拿大，还有古巴，他要古巴，他会要古巴。他现在还没有开口吧？美西战争就决定了古巴跟菲律宾的命运。可是他现在只要古巴，他不会要菲律宾。美国的势力到远东来，菲律宾是最重要的指标。但是这个不是在川普的菜单上面。没错，川普只是为美国本土的伟大安全，所以必须要拥有格陵兰。那其他的，他对其他领土是没有兴趣，因为会增加他负担。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墨西哥，他想到墨西哥，我投一个投的5个大，本来我是反对非法移民进来了，现在变成墨西哥通通是合法移民的话，他就挂了。对。好，补一下，就是川普不是第一次去讨论格陵兰。他从很早以前就知道说，如果我在整个全球的能源上面要做一些考虑，或者是全球航运的话，北方航道是迟早的事。那如果他没有跟加拿大这么紧密的结合的话，他其实是只有在阿拉斯加碰到北冰洋啊，所以他其实比较危险。那所以我认为，川普现在的布局，除了我们刚刚说的，就是目前已经有的竞争，还有一些未来的竞争呢，他是非要做的。尤其是他如果只做一届4年，就是太空啦、深空啊、北冰洋啊这些科技的前沿。因为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问题，我们在讨论的是未来工业4.0以后。是谁来主导全世界的制造？刚才凤馨讲了，中国可能是40%，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。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数位孪生，用数位孪生来管理工厂，它用所有的数位的方式呢去处理它的物流 logistics， 甚至它用数位的方式去处理城市的规划，9大服务全部都用数位孪生来做。那这个东西呢，美国如果要回到他的 MAGA 伟大的话，他不但是要超越今天的中国，他还得要赢过今天的中国。那这显然就会是他比较重要的问题。川普当然不见得会真的要去买下格陵兰，或者是并吞加拿大，然后收回巴拿马运河。但是他现在对于这几个地方，刚刚郑源讲的很重要，就是他清楚的知道那符合美国利益。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会下功夫，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，而不是真的买下来或者吞下来。其实这个是，我觉得这也是明年很大的变数。McKinney 是1896年当选的，那是共和党。我们研究美国政党的就说这是这政党重组的开端。哦，那这样子有点像。然后1900年 McKinney 连任，可是隔年他就被暗杀了。结果 Theodore Roosevelt 上台，真正的扩张主义是从罗斯福开始。罗斯福对。那这个共和党的扩张一路延续到1933年，才被民主党罗斯福整个重组。小罗斯福。对，所以川普因为只有4年啊，这种路线的整个重组还有利益要落实，这个没有10年是做不到的啦。所以 Jelly Vance 一定要接棒，他接不上棒，我认为就是昙花一现。说不定不是 Vance， 你看到他内阁里头这么多的年轻人，对，他心里想的还真的是10年、20年。不过轮不到，对吧？不过我比较确定一定是 Jelly Vance， 因为这个是皇上指定的皇太子，血统纯正。而且不要忘了，Rubio 是古巴人，对，拉丁裔的不太容易接受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就第3题很快以哈马这件事情，我希望4位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，就是对于2025年的以哈的这部分的看法？我觉得川普是更进一步支持以色列了。事实上，以色列已经发生了内部在杀人比赛的事件，你可以看到美国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啊。那这个氛围就是加这要把约旦河西岸、东岸的那些制度搬到加沙，就是种族隔离，然后新的屯垦者要进来。然后我就是不断的把那个土地蚕食就隔离了以色列。那这个没有，他隔离之后还是会再吞下来啊。当然是这样。对，事实上 Gaza City 他就是要吃下来。事实上之前那个 Rabbi 就已经带人进来看过了。好，加萨、约旦河西岸、戈兰高地、黎南4个部分，
目前看起来，美国都是容许以色列去实质化他们原来的控制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实质化呢，目前在联合国已经在说黎南的部分是违反了1701决议文，可是看起来是非常的苍白无力，就是15000的维和部队在黎南都对于 IDF 的进攻或者是继续的巩固它的阵地呢无法可想，所以其他3个地方的状况会更为的悲惨。戈兰高地也是啊，那是叙利亚的嘛，对，所以叙利亚已经被打垮了嘛。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，就任何的所谓的安全维护保障，一旦强国不认的时候，那个安全保障都是假的。好，其实在乌克兰也强国是。在美国非常的特殊啦，我们就观察几件事情哈。在越战的时候，美国内部有学生起来抗议，年轻人起来抗议，而且美国政府是无法压制的。到了南非的种族隔离的时候，美国学生也是纷纷涌起来抗议，美国政府也压制不了。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压制学生起来抗议是100%压制，连哈佛大学都可以做得很丑陋，说你去抗议我就不发你毕业证书，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，大学校长纷纷拿下来，所以是美国内部的社会势力，你可以说犹太的势力，你也可以说支持犹太的势力，可是就一个很重要的答案，支持犹太的势力甚至比犹太的势力还要来得大，所以就造成一个直接的结果，这个整个来说的话，以色列霸权统治这个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。好，香蓉。我们的2024特别节目要用这种方式，觉得好悲伤哦。谁叫你这个题目要放在最后面？它是第3集啊。对，本来就2024就是这样的一年。那提醒2件事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从战争当中所掠夺而来的土地跟自己原来的领土的比例相比，以色列超过任何一个国家，甚至比美国掠夺的比例都还要高。以色列正在它的扩张期，这个扩张期呢得到美国的允许。第二个就是当叙利亚崩溃了之后，耶路撒冷是属于以色列一个国家的，就确定了，就是基本上面所谓的双重建国已经没有了，双重首都也没了。对，就当它叙利亚结束之后呢，就已经是确定的。第3个中东呢，接下去关注的就是美国要允许以色列扩张到什么样的地步？就是以色列接下去他会遭遇到的，在叙利亚遭遇到的是土耳其，那他们会怎么去处理叙利亚要如何去分割的问题？对，就是那个叙利亚要如何去分割的问题。但是未来中东的问题是伊朗，就是伊朗虽然一直都保持着低姿态，非常低调，希望大家不要注意到我，但不可能。就川普上来了之后，他要如何去处理伊朗，就会牵涉到中美俄的三国的大国政治。中美俄呢，真正的会较量、会遭遇，我认为是在伊朗，在中东。好，那都是2025年很。不过伊朗内部也开始有路线争论。对，没错。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实验民兵有必要吗？因为你跟沙特、阿联酋都已经和解。对，你为什么不集中全力去阻止以色列的扩张？就伊朗来讲，不只是教派，因为伊朗的民族不是阿拉伯民族，语言不是阿拉伯语言，对，所以对伊朗要不要承担这么多的阿拉伯义务，他们内部争论非常严重。好，这个是2025年很重要的变数。对，好吧。当然，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一个题目呢，也让大家去认清国际现实，那也是一件好事。毕竟呢，小孩子先不要看哈，圣诞老公公并不是真的。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国际现实。当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忘了明年2025年的第1集风向龙凤配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再见，拜拜，雅虎。